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出身寒门的人如何快速积累财富的故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纳瓦尔宝典》。纳瓦尔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人，1974年出生，9岁移民到了美国。一开始他只能打黑工，因为地位不高，家里边也没有钱。他脖子上挂着自己家的钥匙，每天在纽约闯荡。纽约的治安不怎么好，所以他妈妈规定他只能去图书馆，他就每天在图书馆和自己家2点1线来回跑。后来他考上了常春藤名校，然后创业成功，成为著名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他最厉害的投资业绩是投资了推特和优步。他是一个早已经财富自由的富豪，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所以他经常发表一些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并且能够切中要害。如何拥有财富？首先，赚钱是一门技能，赚钱这个技能你必须学。你如果不会这个技能，而是整天在家里边想怎么样一夜暴富，这是没有用的。那赚钱的技能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自己产品化。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成为赚钱的方法吗？当然能。这里边有2个关键词，一个叫自己，一个叫产品化。什么叫要看重自己呢？你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现在很多年轻人赚不到钱，是因为他们总希望跟别人差不多，别人考证书就跟着考证，别人有这个文凭，他也去弄这个文凭，别人再开这个店，他也开一个店，所以永远只是跟随，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你必须得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找到真正的自己。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产品化？产品化就是找到杠杆效应，能够把你的能力放大。比如说，你是一位教师，天天讲课没有产品化，你只有讲课才能够赚到钱，所以这个不叫产品化。但是如果你把讲课的内容变成了一个软件，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下载注册账号就能听的这么一个东西时，这就叫产品化。你需要在这一生当中不断地问自己，在你追寻财富的时候，不断地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是我真的想要的东西吗？这个跟你寻找自己是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实现产品化了吗？如果把这2个问题解决掉，你就能够赚到钱。钱的反制是什么呢？钱是这个社会打给你的欠条。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给这个社会做了贡献，这个社会回报给你什么呢？它不能及时的回报你一个东西，那就以物换物了。它回报你一张纸，这张纸就是钱，贡献多了，回报就更多。所以钱是欠条。当你意识到钱是欠条这件事以后，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就是你得为这个社会创造足够多的价值，这个社会才会给你打足够多的欠条。什么是财富呢？财富是怎么回事呢？财富跟钱是2回事。纳瓦尔说，财富是睡着了以后还依然能够给你不断的创造金钱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可以被视作财富，因为房子可以出租，你睡着了也能够靠它获得收入，因此它算是财富。公司的股权可以算是财富。假如你手上有特别好的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即便你睡着了，这个公司也还在不断的运行，它会给你带来财富。高科技的东西，公司的股份，这是资产，你有专利，这是资产。假如你手中有一个专利，你可以收专利费。比如别人用一次收2毛钱，或者你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放在网站上，别人下载一次收费1毛2毛，这就是财富。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曾经的高科技产品，所以纳瓦尔认为一定要关注最新的科技，科技的东西才能够带来新产品。咱们举个例子，塑料袋，大家会觉得塑料袋不算是一个科技，塑料袋钢弹水的时候不是高科技吗？那就是化工的高科技。当年如果你能够建一个厂生产塑料袋，那肯定发财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生产塑料袋，只有你可以。李嘉诚是怎么起家的？李嘉诚是卖塑料花起家的，这在当年都是高科技产品，只不过是因为高科技有一个传播的过程，随着传播越来越广泛，高科技不再是高科技了，所以就赚不到钱了。因此你要想赚到钱，你得经常关注高科技的最前沿的东西，
关注这个东西怎么应用，如何找到天赋。我们想找到天赋所在，就是怎么能够成为你自己积累专长的办法有哪些。第一个，你要知道一句话，纳瓦尔说，专长无法被教授，但是可以被学习。很多人非常笃定地跟你讲，你上这门课程就能发财，上了一门课就能够发财。这不可能，一个人能不能发财，有着大量的偶然性因素，绝对不是听了一门课就能够学会的。纳瓦尔说出了一句特别切中要害的话，这些商业技能是无法被教授的，大学里边根本教不了赚钱的技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可以确定地教会你，我就可以把它程序化地教给所有人。而如果我可以把它程序化教给所有人，那么这个东西一定一文不值。就像生产塑料袋一样，生产塑料袋可以被教会的，因为这是一个生产方法，所有人都能学会。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批量化地学会了生产塑料袋，批量化地学会了生产水泥，批量化地学会了烧砖，当年各种各样很赚钱的生意，现在就都变得不赚钱了。所以商业技能不能被教授，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被学习呢？在大学里，同一个教室讲着同样的课，但是教出来的学生五花八门。有的人觉得这个大学上的特别值，能学到很多东西，其实这不是老师教会他的，是他自己学会的。我们可以听课，可以学习，但是别一来听课和学习。听课和学习带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启发，让我们开过眼界，找到一个机会，最终能不能够成功，取决于你自己的大脑有没有起反应，以及你有没有努力。只有努力足够多，才有机会碰上一次好运，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在成为自己这件事上，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你自己。我怎么才能够跟别人不一样？答案是成为你自己。在成为你自己这件事上，没人能够比得过你。而如果你天天只想成为别人，那是没有用的。亚马逊编年史这本书中，贝索斯讲什么叫创业，创业就是有路不走。看到别人这么做的，你就别再做了，你必须得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而且要想办法找到自己内心最有热情的领域去做事，而不是只看重谁给的工资高。你们知道谁给我的工资高是拿什么还钱呢？这是拿时间换钱。拿时间换钱就代表着你没有财富，因为只要你不付出，这个时间就不会得到收入。虽然拿时间换钱你可以养家糊口，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财富自由的人，因为你只要不干活就没有钱了。那么个人的专长在哪儿？个人的专长一定属于知识领域的边缘地带。你探索到你这一性的边缘了，在这个边缘上不断的试探，最后做出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是来自我们内在的热情而致富，最重要的技能就是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大学里的老师，哪怕是博士的导师，也不可能把你带到知识的边缘，一定是靠你自己慢慢的孤独的走到那个知识的边缘，成了一个雇佣者。然后你还需要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探索，最终才能走出去。纳瓦尔说，无论是财富还是人际关系还是知识，你都要记住一个东西，复利。复利是起作用的，所以要着眼长远。在知识的领域里，复利是可以起作用的。当你读的书越多，在读下一本书的时候就会很轻松，这就是复利效应在起作用。在人际关系的层面，在知识的层面，在财富的层面，你要相信复利，并且要放眼长远，因为复利的效果在短期内看不出来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就是一项奇迹。所以无论投资还是交友，我们都要着眼长远。着眼长远有2个侧重点。第一个，个人声誉非常重要。如果你在社会上没有个人声誉，那么我们后面所讲的各种杠杆你都用不上。什么是杠杆？你要雇人，这就是杠杆；你要借钱，这就是杠杆。但是钱和人会跟谁走呢？一定是跟个人信誉好的人走。如果你信誉不好，那人也雇不来，钱也找不到。那么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杠杆？你要学会承担责任。为什么有人只喜欢打工？你让我搬砖，我就搬砖；你让我写 PPT， 我就写 PPT。你只要发我钱就行。打工令人开心的地方就在于不用负责任，即使公司倒闭了，也得给我先清算工资。因为我是弱势群体，但是你不负责任，
就永远获得不了杠杆效应。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我们前面讲过，把自己产品化的方法，一个是找到自我，一个是杠杆效应。杠杆有哪些呢？大概分3类。第一个叫劳动力杠杆，就像福特汽车当年那种工业化的生产，就是能够雇到很多人，这些人成为放大公司财富的杠杆，这种叫做劳动力杠杆。第二种叫做资本杠杆，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必须得有很高的声望，当他说愿意帮别人理财时，就会有人交给他几十个亿，他可以募来几十个亿帮别人来操作，这叫做资本杠杆。这两者都需要很好的声誉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还有第3个东西，很多人意识不到，就是编辑成本为0的载体，这也是杠杆，包括代码、媒体书、唱片和专利等东西。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像一个公司那样带来收益，但是它是能够帮助你无限放大的杠杆。比尔盖茨怎么做起来的？比尔盖茨就是靠写代码，他把 DOS 系统、Windows 系统全部做成软件，不断的复制，直到编辑成本为0，就是它实际上生产成本近乎0。一个作家怎么赚钱呢？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无限制的复制，如果能卖1000万册，卖1亿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杠杆。这3个杠杆能够帮助我们放大财富。为什么那玩意鼓励我们承担责任？他说，因为失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人类历史上在商业领域里，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促进市场经济大幅发展。过去很多人不敢创业，因为一赔就可能要赔一辈子，万一创业失败，还可能要负债子偿，就翻不了身了。后来大家干脆设定一个底线，公司的钱赔完就结束了，个人挣的工资分红，这些资产你可以拿回去。有了这个保障以后，才涌现出了大量的创业者，这就是用制度性的创造设计了一个反脆弱的图形。为什么创业是划算的？因为创业者赔钱是有底的，赔到公司钱没有了就结束了，这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纳瓦尔认为，如果你特别担心承担责任这件事情，那么你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金钱的焦虑之中，因为你不敢尝试。实际上你破产了以后，这个结果有那么严重吗？咱们这个社会对于破产者还是有一定保护的，不像大家看的那些戏剧，比如说大家看过的那个电影《威尼斯商人》，那个时候的欠债者是要坐牢的，甚至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抵债。今天咱们没有欠债者监狱了，即使你欠债了，你破产了，你的声誉受损了，但你依然还有机会从头再来。所以内瓦尔说，你得能够学会承担责任，如何去找到杠杆。找杠杆的第一条方法，别跟风找热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事情本身为目标，而不是以金钱为目标。纳瓦尔说，对一件事情的欲望越小，顾虑就越少，执念就越少，反而越会顺其自然。遵循内心，你会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始终不渝地做下去工作，质量也会因此提高。如果社会可以培训你，那么总有一天社会也可以编写代码，用计算机取代你。如果你要做大陆货，你要做跟别人都差不多的东西，那么其他人就会替代你，因为你不费劲就能做到，别人不费劲也能做到。最后大家都撞到要钱，要得到经济回报，你就需要提供社会有需求但无从获得的东西。学校教不会我们经商这个技能，学校教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尽量让我们标准化的东西，而我们能够学到的是让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事情本身为目标，而不是以赚钱为目标。前面我们说了3个杠杆，劳动力、资本、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如果你用劳动力做杠杆，这对你的管理能力有极高的要求。假如你不会带团队，你是管不了一个几千人的工厂的。如果你以资本为杠杆，这对你的社会信誉有很高的要求。假如你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声望，你是拿不到资本的钱的。普通人最应该认真考虑的就是以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作为载体的杠杆。这里面简单的分为书、
媒体、电影代码。如果你会编程，能够写程序，这是一种比尔盖茨式的杠杆。如果你能够拍电影，像迪士尼、漫威这样；如果你会写书，像余华、莫言这样；如果你能够拥有媒体，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这都是我们能够有效获得的杠杆。纳瓦尔说，人分两种，过去我们怎么把人分类呢？很多人经常说这个人受过教育，那个人没有受过教育。作者说，不对，你不要这样把人分类，不能用受过教育、没受过教育。把人分类应该用有杠杆和没杠杆来分类。他认为人分两类，一类是有杠杆的人，一类是没杠杆的人。有杠杆的人即使不工作，也有东西帮他赚钱。没杠杆的人如果不工作，今天就没有钱赚。他说，如果你有专长，又懂得如何利用杠杆效应，社会为你提供的金钱回报就会与你的价值相匹配，这时你就能节省下更多时间，继而变得超级高效。你不需要为开会而开会，不需要努力表现自己，也不需要通过汇报材料体现你的工作量，你只要关注工作本身就可以了。你知道给别人打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是在出卖自己的时间。你希望别人给你更多的钱，那么你就需要表现出你的时间很有价值。为什么很多公司里存在着办公室政治，存在着宫斗戏？一到绩效考评的时候就玩命的打仗，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努力的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和把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苹果集团乔布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在退休了那么多年后，突然之间想到做一个 iPod 或者做一个 iPhone 这样的东西？他就属于我们刚才念到的那个情况。因为他的大脑是放松的，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他就是专注地解决问题，这会让人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一旦你找到了杠杆，你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而如果你没有找到杠杆，你很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该怎么实现杠杆效应呢？纳瓦尔说，如果你想要获得杠杆，两种能力很重要，要么你有极强的销售能力，要么你有极强的建构能力。比如说 CTO 首席技术官，制作艾特的人，写代码的人，这些是建构能力很强的人。市场部里负责卖东西的人，负责推销的人，做直播、做演讲的，这是拥有销售能力的人。如果你既有销售能力，又有建构能力，来恭喜你，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 CEO 首席执行官了。如果没有成为 CEO， 那么这两种能力也足以使你获得一些杠杆。然后要学会用头脑赚钱，而不是用时间赚钱。有人能够用时间赚到挺多钱，比如说牙医、律师、球星。咱们说球星有很多球星之所以一辈子都能够有很多的钱，是因为他善于理财。像奥尼尔、詹姆斯这样的人，他有了钱以后会投资买公司。你们可能不知道，奥尼尔是谷歌的股东，在谷歌天使投资的时候，奥尼尔就投了谷歌。迈瓦尔说，这里边有一个底线，不要犯法，因为有很多人为了能够快速的致富，不惜犯法。一旦你犯法，身陷囹圄进了监狱，你可能前半生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要有耐心，慢慢来。虽然 99% 的努力可能是被浪费的，但我们要努力做，等待着好运的降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判断力。为什么判断力很重要呢？纳瓦尔说，一个 CEO 为什么贵？ CEO 贵就贵在判断力上。这个 CEO 的判断力比另外一个 CEO 的判断力高那么一点点就够了。假如这两个公司都掌控10亿的盘子，这个 CEO 比那个 CEO 就只高明了 10%。 虽然看起来不多，但是在这10亿的盘子里，一放大就是1个亿。所以这个 CEO 拿几千万年薪是应该的，这很正常。因为他的判断力只要差一点点，对于一个100亿企业、1000亿企业来讲，就会损失几百个亿。所以判断力是让我们变得更贵的一个原因，这也是用头脑赚钱的方法。你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纳瓦尔在他创业还没有成功，还不是很有钱的时候，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薪$5000。如果他花1小时干这个事，感觉带来的回报不到$5000，他就不干。
他宁肯委托快递跑腿的人做委托授权给别人去做。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让自己专注去做那些更具有密切效应的事情，更具有复利的可能性的事情。那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初出茅庐的时候，年轻人要解决3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在哪儿生活，第二个是和谁在一起，第三个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3个问题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很大。纳瓦尔说，我们需要拿出专门的时间来思考。比如说，选择一个城市，你到底是选择东部还是西部？你到底选择沿海还是内地？你选择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你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你要思考这个问题，这跟你的价值观、人生取向有很大的关系。纳瓦尔的经历和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他认为，要成功，一个人需要发掘自己的独特性，并将其产品化。他强调了自我实现、杠杆效应的重要性，以及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重要性。这些概念不仅适用于财富积累，也适用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最后，每个人的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坚持走下去。让我们从纳瓦尔的故事中汲取灵感，勇敢追求我们的梦想，并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